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对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啊，这个就诠释这个龙母菩萨所造的殊胜教言这个亲友书。那么亲友书的前面的这个出善书义当中呢，就是分两个，就是其中第二个以谦虚的方式来就是交接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以义而谦虚啊，就今天讲的第二就是以义方式而谦虚。欲大能人之众教，往如水现一精通。犹如世会一月光，其非较前更美妙。下面就是讲那个，从意义上呢，就是龙母菩萨就是显得非常这个，就谦虚啊，就是本来呢，我们也应该清楚，就是佛陀亲自受记的，然后呢，开显就是中观，这个般若的这样的。大德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德的话呢，完全就是他的这个智慧超越像世间的一个乐心过往这样的这个人。但是一方面呢，就是为了后学者就是提醒呢，就是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超群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也要这个显得这个谦虚，同时呢就是对这个国王呢就是也有这个方便方法来就是摄受他，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对于这个大人日就是调伏一切烦恼的大慈大悲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有关的这种这个三藏教言呢，就是三藏这个教言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于乐行过往逆来讲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层级呢有所这个精通无碍的就是虽然呢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就是翻到这个乐行过往的就是具体的他的生平见解，但是呢有关历史和有关这个资料这个记载的话呢，那么乐行国王呢就是非常虔诚的一位这个善良的君主就是也是一位这个佛教徒。那么他曾经呢就是也是以这个龙母菩萨为主的其他上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整个佛教的教义就是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精通不像现在的极个别的世间君主一样的就智慧呢就是是这个搞一些坏事就是贪污或者是这个喝酒出烟等等，就是做一些非法的事以外呢，对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教义呢就是一无所知。不要说佛教的教义，世间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格言或者说一些这个道德方面的一些窍诀呢，就是也一点都不了知，就是不像这样的。那么对这样的国王来讲呢，虽然是他是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呢，就是相当的这个精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说，就是虽然你就是对于这些教言都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就精通，可是呢就我今天就是通过这个书信的方式来给你宣讲这样的教言呢，并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因为佛陀的这个教诲的话呢，就是除善众善贺善就像我们三宝水念三宝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最初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只要这个听闻的话呢，那么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种烦恼就是种下就是殊胜的这个善根因此呢，一切都是功德的这个源泉，就是出善的。然后众善呢，就是当你对这样的教义就是通过进行这个反思思维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自信的这种染污和烦恼呢，就是也予以这个遣除，而且呢就是直接让这个相术发乐就是也是这个众善的。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个修慧，就是来进行修持，修持之后呢，就是让这个远离自性的一切烦恼，就是获得呢就殊胜的这个果位，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贺善后善。所以呢，就是一切这个善妙的这样的这个如来的教法呢，
再次对郭往尼来讲啊，就是这样这个宣讲呢，就是应该说是有非常殊胜的这个必要啊，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白色的这个社会或者呢就是有一些白漆就白漆就是所这个覆盖的一些白色的这个墙壁上呢，本来都是非常的这种光亮，然后通过这个就是晚上的这个月光就事物的这种交界的这个月光的话呢，那么就是它这个显得更加的洁白美丽或者说是鲜艳庄严，就是非常的这个好看，就是这是我们实践的很多的这种这种比喻来，就是也可以这个知道就比如说这个本来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金山上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金色的这个阳光的话，那就是显得更为庄严的。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雪山呢，就是如果这个月光的话呢，照耀就是也显得特别的这个庄严。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本来就是郭往尼呢，就是应该就是对你如来的这个教法呢，就是有所了知的。但是我再次的就是对你进行这个可以说世间的这种抛砖引玉的这种方式就是或者说是对你进行这个衬托教诫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心相学当中的慈悲智慧以及这个信心等等，就是这些功德呢，就是应该说是真正这个日常的就以前没有了解过的一些知识呢，就是更加这个就是了解，以前所了解所通达的这些境界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稳固，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所以通过他的这个教演呢，就是我向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们呢，就是应该要知道，就是不能因为一次呢就是听过一个法，或者对这个佛教的教义呢就是稍稍的这个了解，然后呢就是自己以此而满足，就是这种这个行为和做法呢，就是的确也是不如法的就是不合理的。应该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如来的这种教法，就是善法的话呢，就是不应该有满足感以前那个萨迦班智达也是这个说过就是说这个大海呢就是不言这个河水多，然后这个国库呢就是不言这个珍宝多，还有这个愚者就是愚者呢就是不言这个术用多，智者不言这个各言多，就是所以作为一些智者的话呢，就是就像这个大海呢，就是有多少的这个水就是汇入到大海当中的话呢，从来没有这个满足的了。同样的，我们这个真正是这个希求解脱者的一些智者的话呢，有多少个经典教典，那么这个书生的这些教言呢，就是越多越好。就是很多这个老上师的话呢，就是白发苍苍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这个还要在这个进行不断的这个闻法就我们极个别人的话呢就是听了一部法，或者是学了几堂课，或者这个亲友说我以前就是听过一遍，就是我现在不听也是可以的，不应该有这样的。我们看过很多高僧大德的专辑的话呢，就是对一部法的是要听过多少次。就是大家应该这个就非常这个清楚就是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说是这个鲜密的一些深深的法，可能简单的法呢，有些人来讲是不一定非常的精通，就是包括一些大的这个善知识就是以前那个德巴康波也说过，就是他刚开始的是在那个有个叫做是什么给康波吧，就是在他面前就是听过一个佛子信，然后佛子信的时候呢，就是轮到他考试的时候呢，他就根本讲不来，就一直不敢吐太起来，就是坐着。后来的话呢，就是康波很慈悲的说，那你如果实在是讲不来的话，那就是你给我大声读一遍，就是后来呢，就是康波就是大声读一遍，就是我后来就是这个事情也自己就反射过，就是确实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将来变成高僧大德的这些人，也是刚开始对这个佛教呢，也是这个一无所知的就是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现在就是讲无部大论的一些这个论史的话呢，就是当时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法义就是非常的就是不容易，就是了解的。但逐渐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善根这个成熟自己也是不断的这个闻就不断的这个听说，包括这个出家人和这个居士就是都应该不要就是我现在已经听过一遍，就是在上师面前得了一个法就满足了，就这种做法是的确也是不好的就是大智度论当中呢，我记得有3种就是不言就是3种不言。第一个呢就是供养佛不言就供养佛不言；第二个是这个闻法不言；第3个呢就是供给僧不言，就是供给僧就是那个供养僧众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听闻这个佛法呢，就是不要有这个厌倦性啊，就是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已经足够了，已经可以了，这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违愿啊，就是还有那个悲愤脱离经呢，就是我以前看过这个悲愤脱离经，那里面呢就是也讲了这个4种不厌，就是第一个是这个施不厌啊，就是施就是布施的施，然后呢就是闻法不厌，摄众生不厌，还有这个愿不厌。啊，就是愿是这个发愿的愿。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些大乘这个学者、大乘菩萨的话呢，就首先是自己这个闻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任何一个修行人呢，就是他对这个闻法生起厌倦性，不愿意就是听少的话呢，那这个凡夫人呢，现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然后呢。不可能是不被这个受影响的，逐渐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于正法南辕北辙，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背道而驰，就是会变成这样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束手无策，就是怎么样也是没办法这个挽救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就按照这个龙门菩萨的这个教言，也是应该知道的。前往呢，就不要以前呢，就是因为就是听说过，或者以前呢有一种这个稍微一点这个基础就这样就已经可以了。其实这个闻法的功德呢，真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哪怕是他的这种这个法义在耳边这个就是经过的话呢，这种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曾经我看过一本书，里面呢就是印度的一位就是外道，就是叫这个圣护，然后他呢就是在一个这个佛教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是偷听就是讲经说法，就是他就觉得是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就偷听，但结果呢就是他虽然没有什么这个以恭敬心来偷听听说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一次果报呢这个就获得了这个圣果，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故事，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也事情就是以前我去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明明看着有几个这个警察呢，就是变成那个便衣就是他们就下面呢听述这个佛法的这个课就是当然，我心里呢就是也很高兴，就是我想他虽然没有这个问法的义了，但是耳边这样听说的话呢应该是对他的这个来世对他将来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因此说呢我们自己不管是你发心清净也好，不清净也好，对闻法呢就是不应该有这个厌倦性。闻法的这种利益的话呢，真的是就是非常不可思议我曾经也讲过，就是法王如意宝为什么是一生当中呢，所有的这个事业当中呢，就是把这个讲经说法放在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数位，就是也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上师身边就是带过的这个人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的。然后法王的这个传承弟子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应该是这样这个重视的。这上师呢以前也是经常引用一个释亲论师的这个教证就是闻会有益于来世闻会有益于来世，不是业无入世矣。就是闻会这个就是听闻佛法的这种智慧就是有利于的来世呢，就那么我们的这个布施呢，不一定是有这样的这个利益。虽然这个布施呢，我们也知道是对来世来讲是最好的亲友，最主要的这个伙伴，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是非常大。但是我们这个闻法的话呢，来自生生世世将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明烦恼全部遣除，断除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没有闻法呢，而获得真正的这个解脱呢，就是这个无有是处的。因此说呢，就是在这里也是我们呢，就是很多的有些这个包括有一些大法师、大和尚的话呢，以前也许是有一些这个听过佛法的，但是呢，不应该就是傲慢，就是还是要听闻其他这个法师的一些这个课就是应该就是对你的相续呢，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以前根本不了解的有些东西呢，会了解的。我们以前那个讲的这个入心论的时候呢，听完了之后，有些人有这种感觉我以前认为这是已经听过法的了，不用再听了。可是听完了之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术语应该亲友术也是这样的对乐信王来讲呢，他也是一般我们可能现在的有些人的水平相比较起来的话呢，他还是很了不起的。但龙母菩萨要求他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再好好的听下去，应该是对你有更好的这种，这可以说是这个美上天美，就是应该是更好的这种这个就是进步，就是应该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座的
这些导友的话，那就是以后也是应该希望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文法，就是这个文法的这种这个收益的话，那就是绝对是这个超越这个一切的。应该自己呢，就是首先要知道这个功德，千万不要看成是所谓的这个文法呢，就是只不过是一种欣赏而已，这是一种这个传统而已，就是以这样来看待的话呢，那就是不行的。我们比如说买一个这个珍宝的话呢，就是你要知道是它的作用。就是知道它的作用的话呢，人们会就是运用。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作用的话呢，仅仅是就是听到别人的这个赞叹呢，就是你自己呢，就是也不一定让有这个兴趣。就是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记住。下面就是真正的这个论义就是中山论义呢，分2个方面讲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宣说增上圣和决定圣的这个道的这个基础就是也就是讲的这个信心，主要是讲信心的对境吧。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增上圣和这个决定圣的这种道的本体，就是分2个方面讲。首先第一者呢，就是分这个略说岁年这个就是6岁年，也就是说是这个其信仰的对境的6岁年和光说就是后面的这个3种岁年。首先就是第一者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如来因其而告言，佛陀妙法于僧众，世界天尊6岁年，各功德自长1年。他这里呢，就是我就讲了这个6种这个岁年就是6种岁年。所以这是这个佛陀呢，就是有关就是这个大小乘的经典当中呢，就是都这样讲的。因为我们这个佛陀的译名呢，就是叫这个如来，或者说是这个圣者。为什么叫圣者呢？就是他已经超越这个超越这个四魔就是超越四魔。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这个烦恼魔。就是什么是烦恼魔呢？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无云的这个执着就是从执着的侧面呢，就是叫这个烦恼魔。然后还有叫这个云魔。就云魔呢，就是执着这个无云，就执着无云的对境的侧面呢，就是叫这个云魔。然后呢，就是叫这个四魔。四魔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无云的话呢，擦啦的是变化无常，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毁坏，就是这个叫做这个四魔。然后我们要获得这个无生无死的果位的话呢，就是一切的位缘呢，就是叫这个天魔，就是叫这个天子魔。但是我等大师佛陀的话呢，远远就是超胜就是这些四魔。这样的这个如来呢，就是在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涅槃经杂含经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有关这个经典当中呢，都已经这个讲了这个6种这个岁年就是6种岁年。那么6种岁年呢，就是这个岁年就是佛陀，岁年就是佛法，岁年呢就是这个僧众，然后呢就是岁年戒律和布施，还有呢就是天尊。这样的这种6种岁年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始终都不能这个忘记，应该就是年年呢就是不忘就是经常呢就是向着他。那么我们现在实践人呢，的确也是可能不一定这个做得到就是包括我们就是穿着这个袈裟的出家人的话呢，有时候反观自己的心的时候呢，确实也是很惭愧的。虽然没有就是真天的，就像实践人像的一样的，我要这个发财我要这个传播自己的名声就是没有这么天天都是在想。但是呢就是包括我的话呢，就是经常处于一种这个无己的这个状态当中，好像善法也不念，恶法也不念，就是也有这样的毛病。所以我想我们实践人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念头比较强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他整天都是想着一些这个自己的事业就是搞得非常圆满的。有些人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搞得很。有些呢，就是对这个家庭就尤其是一些我想这个学生的话呢，就是他对自己的成绩也比较重视。然后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就整天的是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一些什么这个感情就是世间的一些就是贪欲和嗔恨方面呢就是比较这个严重就是古人也是以前这样讲的，什么这个不愿与君长相思，但愿与君长世数还是世数。
相术吧，就是整天呢，就是把这个时间和一些这种自己的精力呢，就是用在一些对境上。这是现在普遍人啊，就不仅是古人，就是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应该说是这种烦恼呢，就是非常的这种可怕就是一直呢就想着就是自己的这个对境。如果把这样的这个时间和这样的念头完全的是用的我们这个佛法僧就是持戒或者是这个天尊和布施这样的话呢，那可以说是华严仁波切所讲的那样，就是很早都已经有所这个成就。可是呢，我们这个现在世间人来讲是确实是没有的。因此在这里，龙母菩萨呢给大家很明确的见解，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我们经常不能忘的有六件事情。第一就是佛陀。就佛陀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圆满就是自他而立的，然后就是一切这个功德具足的。那么有时候呢想着他的这种悲心，有时候想着他的智慧，有时候呢就是想着他对我们这个转法轮的这个无量的这种利益等等，就是我们经常想着他就经常你所能及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就是去这个供养祈祷。就是意念，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修行人的就是第一个根本。第二个根本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向法就佛陀所宣讲的法呢，就是无非是这个灭谛和道谛。就是灭谛的话呢，一切诸法的这个空性，然后这种空性呢，就是通过道谛来这个实现的，就是这是这个正法。这样的正法呢，就是是我们经常念念不忘。就经常想到佛陀所宣说的这种真理呢，我就是一定要就是能信持自己的心呢，就是与这个法融入。我看我的心呢，跟这个法会不会相违，跟会不会相应，经常就是这样这个观察，就是这是睡念法。然后睡念僧众呢，就是所有的大小乘的这些僧众呢，就是来至菩提国之间，我们这个不分离的。然后呢，或者呢，就是像这个佛陀的这个最顺者，就是大乘菩萨和这个小乘僧众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榜样就是我应该就是向他们这个学习，就始终都是有这样的，这叫做睡念三宝。我们平时也是就是念诵的这个睡念三宝经的目的呢，也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如果说通顺一点的话呢，我们经常所谓的皈依其实是这个皈依佛呢，就是皈依这个觉悟者就是因为实践当中是真正已经大彻大悟的话，那就是佛陀。然后皈依法的意思呢，就是佛陀所宣说的世间的真理呢，就是佛法，就是我们要就是信持这个世间的真理，我要懂得世间的真理，这就是皈依法的意思。然后皈依圣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希求这个真理的过程当中呢，要加入这个希求这个真理者的这种团体当中去，这就是皈依圣众的。其实这样的这种皈依三宝的这种信念呢，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应该始终都是有。就像世间人对感情的执着、对事业的执着、对钱财的执着一样，他是念念不忘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好，睡觉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这个烦恼出现。那么我们经常的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向三宝，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向，然后白天吃饭住路就经常在这样的三宝的理念当中不离的话呢，这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然而在自己呢，就是有能力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尽量的就是做法布施和财布施，它是一切福德的这个来源。然后呢，就是疏持这个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律。然后这个疏持这个戒律就是经常的是要想，我是这个书戒者，我是三宝弟子，我是这个出家人，就是经常要求自己，这就是睡念这个戒。然后呢，就是睡念就是天尊，这个天尊呢有几种这个解释方法，有一种呢我们现在这个心持三法，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获得了这个本尊佛陀，或者说是这个33天当这个三界的天尊的果位，或者呢我在这个所作所为呢，就是应该依靠就是以四大天王为主的世间的天尊。就是这个还有出世间的这个文殊观世音菩萨等等，经常呢是用他们的慧眼来看着我，经常呢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修道的见证者，以这样来这个修持。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真正就是变成一种这个修行人可是呢现在我们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出家人就是能不能就是这样做到呢？就是可以自己就是心里面就是可以这个想就如果真正能这样做到的话，那就是也让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佛陀在这个观无量疏经呢，就是观无量疏经当中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修行6年回向法愿，回向法愿远比佛国就是这个身比佛国。
如果我们真正就是六种这个睡眠呢就是经常就是护持，然后自己呢就是所做的一些善根就是回向啊，经常发愿的话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功德呢也的确是这个很大的。就是平时我们的有些老修行人有些这个修行见解比较好一点的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也经常就是有这种这个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得这个出来。但是有些人就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就不好的这个现象呢，就比较多一点，就是不一定就是经常的这个信测就其实呢，如果我们修行不是很用功，或者是你的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境界不明显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通过这个六种睡眠来，就是将自己的这种修行呢，就是可以恢复记得以前那个《杂汉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这个若比丘就是若比丘在于学地无所求得。就是无求所得就是在于学地无所求得，当修6年来至涅槃就是来至得涅槃。然后后面呢，就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饥渴的人就是得到的这个美味的这个饮食呢，才能这个恢复自己的身体，用这种比喻方法来这个说明。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有些这个修行人呢，在修道过程当中自己什么感觉呢没有，什么感应呢没有的话呢，你一定要修持这个6种睡眠。通过6种睡眠呢，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恢复的。比如说身体呢，就是已经受饥饿的，就是身体特别这个瘦的，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后来就是得到了美味佳肴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慢慢就恢复过来。因此我们呢就是有些修行人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为什么修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的根本上可能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我们经常的是没有念佛，没有念法，没有这个想到这些最关键的问题，经常自己想获得一点点这个什么这个术业境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让这个实现你的这种目标就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呢也经常的就是想到这个三宝的这种功德。当然这个具体的有些他的这个分享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在随念三宝经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是也有提及的，就是显光庄人智者入门等等。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总而言之非常这个希望呢我们在座的这个修行人就经常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依赖于这6种这个随念的对境，就是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下面就是光说这个后面的，因为这个随念三宝呢，它这里没有光讲，然后就后面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3种随念了。首先第一个是随念天尊，身于一门当长业，奉行10种三业道，杜绝一切春美酒，欢喜贤妙智慧生。下面就是讲那个随念天尊，就是当然从这个宋词的字面意思上看呢，它并没有讲那个随念天尊，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心持这个10种善法，然后断绝一切这个美酒，这样之后呢，就是让这个转生到这个善趣，就是转生到善趣的话呢，就是获得天界的这个果位。从这个层面呢，就是讲这个随念天尊，就是通过因来就是思维这个果就是也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观修方法。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平时我们就是所讲的10种这个三业就是10种这个三业，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就字面上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呢就是一定要远离这个杀生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不逾矩和这个邪淫，就是这3种这个罪业就是然后呢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尽量的这个放生然后呢就是不偷盗，就是尽量布施，还有呢就是这个属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是属清净的戒律，就是这是这个身体的这种3种善法。然后语言的话呢，就是断绝这个说妄语，说这个粗语，说这个绮语，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娘色就是这样的语言。然后反过来说呢，就是我们尽量的这个调节这个别人还有呢就是讲这个说真实语就是说这个真实语，然后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对佛法有这个相关的和吻合的这个语言，就是通过这4种这个语言来就是行持善法，就是这是这个语言方面的。那么这身体和语言的
七种这个三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业啊，就是七种这个生与业。然后呢，就是从心里面呢，要端出这个对世间的各种的这种贪念，然后呢，就是对别人的这个害心。还有呢，就是无有这个丧失三宝，这个业因果等等的这样的这个谢见，就是，然后反过来说，对众生呢，就是修这个大慈大悲心，然后呢，无有这个贪执的这个信念呢，就是来这个摄测，还有就是修持这个真见就修持这个真见。那么这三种这种三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道就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前面的七种这个业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性的这种道来这个进行这个运作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性呢没有这个摄受的话呢，生育的业呢就是不一定是完全这个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这十种业呢，就是十种这个业呢，就是叫这个十种业道，就是十种这个善业道。那么具体呢当然有关这个前行和俱舍论当就是十种这个善法呢，就是我想大家都是也应该这个明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当然就是不用这个说了，所有的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对十种不三业呢，就是一定要断绝。就是你要是成为真正一个学佛的人的话呢，你首先要知道，在这个十种不三业就是能不能断除。以前我们这个藏地像国王持中的中藏干部，在这个时代的话呢，应该说是藏地的这个所有必须要这个树三归五戒。在树三归五戒的过程当中，我们这十种不三业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求这个断绝。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些极个别的居士的话呢，我也经常想强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十种不三业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远离。如果这个都不能远离的话呢，那就是不要说一些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连一般的这种实践的这个行持三法的人的时候，就是当不了了就是当不了了。现在实践人，包括有些学佛的人呢，杀生也还是很厉害的，还有这个屠刀这个邪淫然后呢这个说这个绮语、恶语、贪心、嗔心，当然心里面的后面的这几件呢，就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身体和语言的这几个很明显的操作的话呢，那就是居士跟这确实是也是当不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实践的很多的这个学佛呢，就口头上说的就是吹得很厉害的我见到什么本尊然后就如何给别人吹得很厉害的，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自己真正的这个行持十三法呢，就是可能是没有这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当然最可怕的呢，就是要断绝一切的这种这个灭酒就是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饮酒的这种过失呢，就是非常多的就非常多的。喜好这个饮酒的这种人呢，就是无法这个利益他众，也无法呢就是利益就是自己的。而且饮酒呢有关经典呢，就是像那个就是难题这个加清文经就是有关这些经典的话呢，那么饮酒的人呢就是愚痴粗鲁就是等等，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就是真的要这个向这个解脱的话呢，就是把这些这个罪业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断除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也翻译的那个华智仁波切的饮酒之过失里面主要讲的这个首先讲的这个饮酒的过患，然后一个饮酒呢就是对这个小乘的别解脱界相违，饮酒对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界相违，饮酒呢就是对这个密乘界相违。解酒的功德就是从5个方面来阐述的。我觉得这部论点呢非常的这个珍贵，就是实践人呢现在都是就是非常可怕。以前也是我们看过很多历史和故事这些当中的话呢，很多恶举呢，很多坏人的话呢，通过这个依靠这个美酒就是来这个会实践和出实践的。我现在看到也是实践的很多这个领导和很多名人很多人的话呢，也是整天的是用这个酒来这个虚度，就是自己的这种人生，就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这种可笑，也很可笑、很可惜的。所以说呢，就像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什么这个摩西乐，那天我们引用过摩西乐饮酒，酒为毒中毒，就是所谓的这个酒的话呢，就是在毒药当中是最可怕的这个毒就是我们呢作为这个佛教徒一定要就是远离就是前面所讲的10种不三业，然后就是远离这个饮酒，还有这个抽烟就这些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讲呢，一定要这个行持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龙母菩萨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作为很多这个修行人呢，一定要欢喜这个仙妙的这种这个卫生，就是仙妙的这种生活。什么样叫这个比较清净善妙的正当的这个生活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生存呢，就是不要这个染上面所讲的这个10种罪业，以及呢就是现在的各种的这个杀害众生啊、不清净的一些这个饮食啊，这些呢就是全部应该通过正当的、通过合理的这样的这个途径来就是维持生活。作为在家人的话呢，我是经常这样想，不可能你全部呢剃度就是出家，就是这是不现实的。然后就是我们佛陀时代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家人的比例是很少的，应该说是在那个时候的这样的话呢，那现在末法时代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的。我们经常也看得到，就是这个寺院的这个诸位啊，就是不信佛教的和信佛教的在家人呢，就非常多的。而寺院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个老和尚啊，就是2、3个这个出家人啊，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每一次开大法会的时候呢，就是老和尚忙得不得了了，就是为什么？因为出家人很少，就是这个在家人呢就是很多的，但我们要求呢就是不可能就是你们所有的人给我出家来给我做这个寺院的事情，我给你剃度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显示不了的。但我们对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应该有一种这个分辨方法就现在呢，很多人觉得我要学佛的话呢，那我一定要出家，没有出家的话呢，我怎么这个过生活？其实过生活呢，真的很多人呢，就是很清净的这个生活就基本的要求，就像龙母菩萨所说的那样，你尽量的不要造这个10种这个罪业，不要喝酒，不要抽烟，然后呢，就是自己不要这个杀害众生通过这个现在时间的这个正当的做生意也好，做农务也好，牧业也好，就这些是应该是合理的。虽然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做这个农务耕耘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罪过，但是这种罪业呢，就是通过念咒语就这样来可以忏悔的。因此我们藏地就是很多这个有些家庭的话呢，就是佛教的家庭，可以这么说，他们呢也不杀生，基本上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智慧和通过自己的这种能力所得来的这种清净的这个视频呢，就是运用，就是这样这个生活，这是我们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人来讲是非常的这个必要的。因此呢，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也不要这个全部人呢就是要这个出家，也不能这么说。作为在家人的话呢，也不要让他们过于的这个相熟无欲天天都是喝酒杀生天天都是好像这个疯狂般的，就摧毁这个因果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无我不做，那这样子确实不好的，应该是尽量的。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呢，自己要舒持清净的这个戒律，然后呢，就是过一个清净的这种生活就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我们这个真法念珠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专门有一种这个13业就13业品就是13业这个道品，13业道品中呢，就是说这个若不坏法业常于法住中就是常于法中住就是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坏话，就是实践的这个正法，经常呢就是注意这种这个正法当中就经常注意正法当中，则不信神是什么必白法具足，必白法具足，就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长期的是注意如理如法的这种行为当中的话呢，那么他呢就是不会堕入这个生死当中，不会堕入轮回，而且他呢就是完全是具有白法在，具有呢就是信持善法在。死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获得解脱。我是经常这样想就是这些在家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过一个清净的这个生活就是不要太过于的太疯狂般的，就是花天酒地，每天都是这个造恶业，就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一切世间的这些相术都是假的，没有意义的。但是你完全都是就是家里的所有的这个孩子什么那个这个家庭呢，全部都抛弃到山顶上去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个现实的尤其是有些人呢，刚开始的这个处理性没有产生，后来就是出家也有一定的困难。原来我读甘孜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云中一系，我们两个很想出家。
后来他这个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父母就是已经这个控制了，就是没有这个来成，就是没有来成的话呢，他已经那个结婚这个生子啊，就是有了好像2个孩子，就是前2年呢，就是已经那个就出家了。但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决心非常大，很多人的也很随喜，但另一方面呢，也有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麻烦呢，就是因为这个成家之后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麻烦，就是所以说呢，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就是真正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姻缘的话呢，后来也有一定的麻烦。当然有些人呢也有这个发心很坚定的，也有这个成功的，这种人也是有的。但是呢，我想现在外面呢，就是有些人的这个宣传呢，就是会不会有点这个过于这个极端，就是应该呢，就是作为在家人，就像以前的这个唐代和一些我们这个藏地的一些这个行为一样的。就是在家人呢，应该守这个在家人的清净的这种戒律；出家人呢，就是守出家人的这个清净的戒规。大家都是要在这个各自的位置上呢，就是行持三法。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呢，就是各方面就是对自他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个行持13呢，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下面是这个讲的这个随念布施啊，随念布施，知财动摇无事者，如你是必求犯者，亲朋贫者为他事，世外无与生亲友。就是我们下面呢就是将要知道这个布施，知道布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就是了解到认识到一切这个世间的有漏的这些财物啊，就是全部是这个如水泡一样的就是现而不是就一瞬间都是这个毁灭的，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释义的，它呢就无有这个坚固。那么我们人们怎么会就是居住的就是居住的这种财富越来越多的话呢，它的贪欲就是越来越强烈，始终都是没有这个满足的这个时候啊。所以说呢，你要懂得这样的这个财富，一切都是这个布施的。懂得这样的道理之后的话呢，应该就是尽量的这个发放布施的，如理如实的布施。什么叫如理如实呢？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发心不清净呢，你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种名声，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种这个今世来世的一些财富这样的这个布施呢，心不清净都不是这个如理如实的这个布施。那么布施的对境呢，就是像那个具足功德的对境呢，就是像这比丘、沙弥，以及呢就是这个出家这个僧众就是这比丘、沙弥等这个出家僧众，他是这个在相续当中是有这个阶梯，这样呢就是这个殊胜的这种这个功德就是功德的这个天就所以在这些上面布施，或者的话呢，就是像印度的以前的这个梵志婆罗门就梵志婆罗门呢，他也是一辈子当中这个行持善法，最后呢就是获得了悟通就是悟通还有呢就是唐译里面说是现世，就是仙人就是仙人的话呢，在印度来讲，几近地方呢，就是也有非常超越功德的一些修行者，就是修行者就是那么这个梵者以及呢就是世间都有自己恩德非常大的恩田，也就是说父母就是还有自己这个归入佛门的一些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呢就是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经常供养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贫困在，就是有些穷人就是有些可怜的，就是非常这个弱小的一些脆弱的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这些呢应该就是尽量的这个做布施就是做布施。那么做布施的话呢，其实这个为了来世布施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这非常大的，应该说是除了布施以外，更没有就更好的这个亲友了。我们世间的一般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话呢，恐怕是这个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一个人也是带不住的。但是你如果就今生当中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布施那么这个来世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福报和功德呢，就是伴随着你就即使你转生的恶趣当中我们经常讲的有一个恶鬼叫做是蔬菜恶鬼，就是蔬菜恶鬼也是以前是自己没有这个树清净的戒律，就是经常布施，但是布施的这个果报呢，就是你当恶鬼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拥有财宝，就是拥有财宝，所以呢就是比布施对我们的这种来世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所以说平时呢
大家也应该认识到，就是世间的这个财务啊，就是虚幻不实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事业就今天是世界上是非常出名的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亿万富翁的话，那就是明天也是一贫如洗，很有可能的就是以前在10年前有一个叫做是辛以谦呐，就是他是香港就是最大的一个叔父，就是那么就后来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就可以说是就是身无分文，就是已经变成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穷人了，就是这是我们实践当中很多的人的这种故事啊，就包括自身的话呢，这个财富呢，有时候在身上有的，有时候是没有的。应该自己这个拥有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布施啊，就是应该就是心赐于这个善法，就是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就现在实践人也是有些人呢也会可能动到这样的以前那个也是比较这个出名的，也是一个富翁叫什么巴菲特是吧？巴菲特的话呢好像记得06年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宣布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股份呢就股份呢就是跟这个比尔盖茨呢就是合为一体，然后他当时捐了370亿美金吧，就是370亿美金然后呢就是放在那个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当中，然后今年6月份，应该08年的6月份吧，就是比尔盖茨也是他在全世界当中也是宣布，就是说是他要这个退休，就是他退休的时候呢，很多那个有些这个财经这个人士当中呢，就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议论但后来呢就是他把这个580亿就是美元，就是580亿的美元呢，就是全部放在他名下的这个基金会当中，就是没有呢，就是给他的子女留下一分，就是所以他可能下面的人就是气坏了。所以他们呢也知道是这个财富也不一定有大乘和来世的这种布施，就是我也不太清楚的，他们对来世的这种这个大乘的这种布施意念有没有这个摄受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呢实际上是他们这样的这种这个布施应该说是人还没有死的时候，基本上是知道是自己的这种财富的这个趋向是怎么样，财富的这种这个价值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用上的话，那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这种意义，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应该就是了解，就自己如果有条件的话，那就尽量的这个布施；没有条件的话呢，原来《咸鱼经》里面说是，有一个贫穷的人呢，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这个公平，就是像供养这个僧众和布施。后来的话呢，就是找到几块清净的石头，就是然后石头呢就是供养这个僧众。后来的话呢，好像91届当中也是他就这个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果报就是就还有。这方面的这个公案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以前噶达यां的尊者就是噶达यां的尊者有一次呢，就是到那个舍卫国的时候，路上呢，就是在河边有一个这个女人呢，就是特别的这种伤心的哭着。然后尊者到哪里去，就是问，就是他是为什么他说我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样的这种苦命穷人他手里就是拿着一个这个瓶子就是一个水瓶，然后他说我现在呢就是身上就是什么这个财富都是没有的，每天都是受着这样恶鬼般的这个痛苦，我不愿意就是活在这个世间，就是愿意这个自杀，就是一直在这样这个哭着。后来噶达यां的尊者说是你不要这么哭，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穷苦呢，就是你的贫穷呢，就是卖给别人，就是然后那个妇女呢，就是说是怎么这个卖给别人，就是谁愿意卖这个贫穷人人都愿意发财，人人都愿意富裕。后来尊者呢，就是说是这是有办法的，因为这个贫穷的话呢，就是前世呢就是没有做这个布施的这种果报，富贵的话呢就是前世做了就是大量这个布施的这种果报，这两个这个因缘呢就是可以说是同等的就是同等的。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心就是这个发放，就是随喜别人，然后自己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布施的话呢，那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变成这个富裕者。后来他说，那我什么都没有，就是包括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水瓶的话呢，也是助人的，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是尊者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钵盂啊，就是给那个这个女人，就是说是你就里面呢就是深睡，就是然后就是供养我，布施我，就是你这样一边口里面说，一边呢就是你就心里面这样发愿。后来就是他也是就是觉得这个尊者的话有意义，然后就是做了这样，就是一教奉行。一教奉行的话呢，因为以这个就是遇到了这个佛天的原因呢，今生当中他也是获得了这个财富，就是来世的话呢，就是也转生到天界当中，就具有福报者，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公案，确实也是我们大家也这方面的这个因果理念就比较差，就是很多唯物论者的话呢，为什么是这个我今生当中是这么贫穷啊？其实真的有差别的，比如说父母都是一样的，但是什么这个就是两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一个有福报，一个没有福报。包括他从读书也好，就是后来就是父母怎么样对待的话，那逐渐他的生活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别。就像我们实践人的话呢，从小的时候，如果你好好读书呢，就是成长之后呢有智慧的；如果从小没有好好读书呢，就是你的这个智慧是没有来源的。所以每一个人也是今生当中，如果我们好好的这个布施的话，那就是那么今生或者来世的话呢，一定会是这个有这个财富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希求因很重要的，就是希求果不是很重要的。有一个人天天拉着那个黄财神的这个佛像，就是哎，我很想发财，黄财神呢，你快给我财富，快给我财富。他听说是在佛堂里面也是天天的给他磕头，就是有时候的是不用吐，就是一直就是靠着这个黄财神，就是你快给我。这样也是，即使黄财神的能力不可思议，但是也不一定马上给你财富啊，就是这是不，你自己一点的因缘都是没有，就是让你这样的话，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发放布施啊，就是对来世来讲呢，就是非常有这个功德的。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水年戒啊，就是水年戒，如戒为舍，无缺憾，为魂为然，亦当依者，皆如东京至大地一切功德之根本，就是下面讲的这个水年戒啊。就水年戒的话呢，就是作者对这个乐心国王说啊，你这个术持的戒律呢，就是应该具有这个四种就是条件，就是四种这个功德，然后或是这样的这个清净戒律的话，那就是一切功德都是依靠这样的戒律而可以这个产生的。那么就是因为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印度一般来讲呢，就是当时的很多的这个行持佛法的这些国王就是都是这个属三归无戒的就是属三归无戒的。那么就是当时这个教言当中也说，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是你这样的这种戒律呢，就是远离了一切的这个破戒的过患就是这是就是第一条，就是释会了这种戒条的这个过患呢，就是远离了，就是具足这个清净的戒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具足强有力的这个对着你就是并没有呢，就是被这个违品的这种烦恼呢，就是已经染上了你的这个相续，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无缺憾。就无缺憾。然后呢，就是对这个来世的一些这个小乘的寂灭的这种果位的这种实践的念头呢，就是并没有这个就并没有这个染上就并没有这个染污。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就是说，就是这个对破戒的一些烦恼和恶行呢，就是没有这个染上就是具足这四种这个条件的这种戒体。我们经常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是说无垢无破无传漏，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戒律，或者呢就可以这么说，这个远离一切破戒之过患之这个无始，然后呢具足一切圆满对治的这种这个智慧的这个无缺憾就是无缺憾呢，就是应该这样。然后远离希求今世的实践这个果报的这个无混杂就无混杂，然后远离来世希求这个快乐的这个污染就污染，就是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就是这四种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解释方法。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作为这个国王这个乐兴王呢讲呢，就是你应该这个守持的就是当时呢，就是乐兴王呢，就是也是守持这个居士的这种戒律，所以我们到时候书八关在戒就是其他戒律当中也可以这么讲。当然，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毗拉耶经当中和在这个戒律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应该就是守持这样的这个清净戒律，就是这样守持的话呢，那今生来世的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的。而且呢，就我们很多的这个藏地的高僧大德呢，就经常应用就是这一个校正，就是戒律呢，就是如像这个大地一样，就是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也好，飞禽也好，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众生的益处呢，就是大地。然后世界上的所有的地水火风房屋草木一切这个精致的这种食物的来源益处的话呢，就也是大地。如果一旦大地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世间的这个万物呢，就是无法这个生存，也无法呢就是这个成长的。同样的道理，一切这个功德的根本，包括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和弥尘戒，以及呢就是成就还有这个真我等等的一切的功德呢，就是根本来源就是这个戒律。有了清净戒律的话呢，那么我们世间的一切功德呢，就是才有机会可以这个产生的。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呢，也可以就是依靠他而可以产生的。所以，我们《依教经》当中也是讲了，当知戒为什么这个得所依就是当知戒为这个得所依，就是应该这个这里面所讲的呢，是这个不谋而合，就是说意思就是所有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依靠戒而这个产生的。如果没有戒呢，那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也不能这个出现的。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就是应该在这方面呢，就是给所有的这个佛教徒也是带了一个就是模范，就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在这个文革期间，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这样讲，在文革期间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像我们几个别人呢，就是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是一点的是没有这个染上。那么现在你们这样的这个学员也好，就是很多这个居士的话呢，就是自己各方面的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守持戒律不应该有任何的这种困难。当然，每个人的自己前世的烦恼和一些对治力量薄弱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我相信很多人呢，应该就是依靠这个清净的这种对治力呢，就是自相去塑化。包括我们有些这个学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的话呢，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就是行为的非常不如法的，就是每天都是在一些不清净的场合当中。但后来呢，就是完全都是已经这个改变了就是自己的是把自己的这个三门就是维护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就是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戒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一切这个功德的这个来源。就是佛陀在其他经典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在我这个比如说这个佛陀这个所有的时候呢，就是谁常见见我，如果没有这个随顺戒律，没有数字戒律的话呢，终不得到就是始终都是得不到的。就是你这个经常见到佛不是很重要的，经常见到上是不重要的，自己呢就是疏忽自己的这个根本，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也讲呢，就是揭示这个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本就是当然这个数字清净戒律的有些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念生命为先，也是不舍弃自己的这种戒律。记得以前那个《贤语因缘经》当中就是有一个沙弥。他到那个花园去，就是花园去的时候呢，到一个这个施主，就是施主家里，就是当时那个施主家里人呢，就是全部已经离开了。就是离开之后呢，就是只有一个女的呢，就是只有看着这个房子，因为那个萨弥呢，就是长得比较这个庄严，就是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是对他这个升起这种这个贪欲之心。但后来呢，就是他通过各种的一些这个引诱就是各种的不清净的行为的话呢，就是这个萨弥呢，就是遇到这个很大的这种违愿，在那个时候，他就自己这个心里面想：我今天呢，就是如果在这里就是放弃我的这个戒律的话，那就是那点燃了这个三宝的这个尊严，就是那不如呢，就是我这个离开这个世间，就是我发这个清净的愿，就是来世呢，就是变成这个出家清净的这个出家。后来呢，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在这个闭门的时候呢，就是她自己用刀就是这个自杀。就是后来这个国王呢，也是这个供养他的这个遗体就是有关在这些经典的话呢，就非常多。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罕见。
现的。但一般来讲呢，应该就是作为一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戒律呢，就是应该就是疏忽然后对这个在家人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尽量的这个疏持这个三规五戒就是如果这样的这个戒律都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任何功德呢，就是没办法这个产生就没有办法产生。哪怕是这个转生到三趣的话呢，一个别解脱的所以的没有的话呢，那转三趣的这种机会也是不可能这个有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个戒律的话呢，那么真正来永远都是不能这个毁坏，就是一定要就是尽心尽力的这个疏忽，就是然后如果没有这个疏持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如果出家人的话呢，应该这个疏持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然后在家人的话呢，就是最少也是三规五戒，就是应该这个疏持，就是非常希望呢所有的人就是应该有个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这个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所以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没办法这个出现的。因此，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清净的一些戒律的话呢，就是那这个一切功德呢，就是自然而然可以成长的。就像这个藏戒律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没有闻思修行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一切功德都是自然而然这个产生的。三界论的作者就是根本文部就是他也是在那个一辈子当中就是疏持这个非常清净的戒律。然后我好像在那个这个以前有些论点当中的是就大概讲过他的传记吧。他最后这个圆寂的时候也是他站着这个往生的，他口里面就是念诵，就是说是我是无尽莲花身，无时无事知佛陀，菩提心是菩提心体无片段就是菩提心地逆片段，沙门八果什么逆须弥吧，就一边就是讲着这样的这个诵持，一边呢就是是个实现圆寂的。所以说这个清净戒律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这个在家出家人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一切这个功德的来源，一切功德的依足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清净戒。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就像这个就是叫比丘经当中所讲的那样，有些人的戒律呢是痛苦的来源，有些人的戒律呢就是快乐的来源。当然破戒者呢是永远都是在这个堕入恶趣当中是无量的痛苦。然后疏戒者的话呢，就是暂时这个转生到善趣当中，究竟呢就是获得这个涅槃今天讲到这里。Sunandai Tansa Rukanya Tanani Dejana P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len Droa Droa Shao Bandangara Badna Asadar Bandangara Badna Sada Bandangara Badna Sada